味儿不对啊！来，怎么是粘的？有胶水。显然是有人在这喷水壶里做了手脚，加了胶水了。麻烦你一下，张督和你一块儿到组委会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，快去。好，谢谢你。这是夜里几点的事儿啊？昨天夜里2点28分的事儿。到我去采访一下。他在喷胶水，喷胶水纸就揭不下来了。厂里灯都关了，这画质肯定不行啊！这是谁啊？这也看不清啊！停，放。再放一遍。如果100张的成品率保不住，咱们的比赛资格都没了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你别喷了！太干了，能切得下来吗？就是半个小时。哎呀，你这样纸就全废了。你再不弄，你要烘干烘到什么时候呀？你废呀，也比那个等着强呀！你给我走吧。梅班长，让我看看。反着来。哦。晒纸，老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，要求18刷，分别是吊脚、脱晒、抽筋、半刷、破额角、打八字和收窗户等等。民间俗语经常说“有2把刷子”，就是来源于晒纸工对沙发力道的极致掌控。都住了 ，OK。好，收口。哼，哎呀，有门儿。还是得跟薛师傅学，做事要稳当。不像你啊，遇到一点事就着急。我小的啊，你愣在那干什么？你快晒纸啊，没有时间了。咱薛家的质量，好说。咱们赢定了。赢定了。现在进入称重环节，射中单刀纸6斤5两，分量最接近者获胜。现在称重开始。为什么设置比重环节？比捞纸的速度和晒纸的成品率不是重点，比接近射中才真正体现大师的水准。捞100张纸，100张纸一样重。规定6斤半就是6斤半，没有大师的水准，怎么做得到？云岭段式6斤6两。6斤4两6。轮到蒋家的了。6斤5两2钱。在比赛场上还能出这样的好成绩，蒋有三不一般呐。宣家宣永年
6斤5两，分毫不差。宣师傅，好样的！宣师傅，好样的！我有意见，不公平。 100张总数是6斤5两，就能证明他宣武年捞的纸每张分毫不差？这张10克，那张15克，瞎摸碰上死耗子，难以服肉。规则事先定好了的，不能这么闹。称单张才算数，100张6斤半，单张是32.5克。对，称宣武年的纸，看有多少张是32.5克。 我同意单张称重。32.5克。32.5克。32.5克。 32.5克，32.5克，32.5克，32.5克。下面是专家试比环节。 大家请安静，大家请坐。经过笔试环节和对成品率的检查，总分数已经揭晓。现在我宣布，分数前3名的是蒋家捞纸竞速5分，成品率4分，试比4分，接近称重4分，总分17分。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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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但是，因蒋家参赛人员蒋二虎的恶意作弊，严重干扰了比赛结果，故经评委们一致决定取消其比赛成绩。我知道他是谁，蒋二虎。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他的走路姿势和他左手拿东西的习惯，我太熟悉了。肖会长，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情，你们宣纸协会不会没有态度吧？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。三位，安静，安静，请坐，大家安静，安静。宣誓职场。 捞纸竞速3分，试比5分，接近称重5分，成品率2分，总分15分。评委们一致认为，宣武年所做的宣纸品质，无论是技艺水平和试比效果上，都属最佳。但在捞纸竞速和成品率这2项上失分太多，所以。
非常遗憾，只能屈居第2。肖会长的辉煌职业，捞指竞速4分，称品率5分，试比3分，接近称重4分，总分16分。所以我宣布，我们最终的冠军，我们的指王是肖敏的辉煌职业。好，一定要慢。哎，好，接一下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慢点，哎，好了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宣叔，实在是对不住你，但协会吧有协会的规矩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来，走吧。谁让你们去拿别的？谁让你们拿的？我们这也是按协会的章程做的。就是啊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打我师傅的脸，更是打我的脸呀！把别送回去。啊！送回去！哎，这怎么能送呢？送回去！你现在如果真把他送回去，那才是打你师傅的脸。就是啊，哪能送啊？现在不送是吧？啊！你要不要？我要，我还要，我一会儿拉走你也是实至名归的指王啊，也不能年年都让宣家当指王吧？你得给兄弟们留口饭吃。我师傅靠的是真本事，你呢？我也是真本事啊，没我这点本事，
你能当指挥？你这么大少说两句！你知不知道蒋二虎？你给我师傅造成多大的损失？我和我师傅的窟窿怎么补？你拿人家当师傅，人家拿你当徒弟吗？你少说两句！二虎，现在开始！别！我协会今天把你开除了，信不信？你开除我？这协会是我家，协会有你就是耻辱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协会必须开除你！二虎，谁不认啊你？哎呀，你别说了。我们统计了网络全平台的数据，关于指王大赛的相关新闻和短视频，总的点击量达到了1亿次以上，为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宣纸文化带来了一大波流量，起到了非常好的正面宣传效果。为此呢，县委主要领导打来电话，对于本届指王大赛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。下面有请彭书记讲话。同志们，我们这次负面影响产生以后呢，我们镇的领导班子快速地做出了反应。想想我们从决定办指王大赛到指王大赛的圆满结束，我们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。半个月啊，这次参赛大概上百号人吧。有。这么多人的交通、食宿、安全、宣传等等事无巨细。我们的林依然和他的小伙伴们干得很好，而且从结果上看，做得非常的漂亮。廖主任，这要是在以前，不大可能吧？彭书记，各位领导，这次指王大赛出现了蒋二虎作弊事件，是我的责任，我在大会上检讨。这个态度还算端正。林然，坐下，坐下。当然了，从这个我们整个比赛的过程呢，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我觉得这个事情，我也有责任。但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可能有些同志还不知道，我们在指王大赛开始之前，林依然这个小姑娘是跟我立了军令状的。我特别的感慨，我在想啊，如果说我们每一位干部肩膀上能扛得起这份责任和担当，有什么工作我们干不好呢？我呀，今天还是去一趟宣家吧。宣师傅被二回给算计了，没拿到冠军，我也有责任。小林，哎，嘿，小林啊，不是，依然，哎，我记着你是不是写过一篇规上企业统计报表填报制度的材料啊？写过呀，我发给过您，也发给过葛主任。啊，是没事，得空你给我发一份电子版的，反正你要是不方便啊，不，方便，我一会儿就发您。行，那就有劳啊啊！还有，返贫动态监测、重点人员摸排这一块，你要协调好包村干部和村干部，抓紧了。重点人员的走访摸排，一户也不能给落下啊！尤其是上级部门发布过重点预警信息的那些个。不但要走访摸排清楚，还得有具体的方案，到时候我们好及时的向上级部门反馈嘛，是吧？好。行，那忙去吧，去吧。那我走，拜拜，拜拜。拜，镇长。不是，这罗副镇长这么客气吗？小林、依然，有区别吗？他跟你客气啊，是怕被你怼。你上怼天下怼地的，谁不怕呀？领导更怕，这生怕哪句话把你点炸了，怼得自己下不来台。不是，我在大家眼里是这形象吗？还很深刻。你现在呀，在咱们全镇的干部中，已经有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外号
林怼怼。我啊，啊！天，咦，轩叔叔，来试试。哦，这是我给你买的腰部按摩仪，来。哟，哟，它一动一动的这样。这东西太高级了，小林啊，我们不能收。必须要，这是我买的。你们要是不收的话，我这心里该难过了。轩叔叔技术这么好，没拿到指王，这是我工作的疏忽，是我的责任。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来，坐。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！现在做事情，好些人啊不按规矩来，有自己的小九九，做点什么手脚啊，都是常见的啊，跟你没关系。别说人家长短了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就前几年，协会开会说是什么要抵制恶意竞争，要统一这个纸的质量和价格，结果呢？就我们家这么做了，其他要不然偷工减料，要不然低价卖出，哎呀，稀里糊涂的把那些客户就弄没了。我们家这个呀，成天就知道干活，不知道看路。轩家走到今天，35代的人，上千年的路，都走过来了，我还看他干嘛？你看多了，想复杂了，你脚底下就会乱了。所以说嘛。你就是一棵树上吊死，还觉得自己挺有能耐。轩叔叔，我感觉您这心态啊，就跟那好的宣纸似的，又柔又韧，洁白如玉。你怎么不说它又臭又倔呢？小林，哎，我让你看看宣纸的精品，你有兴趣吗？那太好了呀！当心，这里面黑。你也慢点啊。你请进。这是古代考试用的试卷，这个是大臣们写的奏章，还有皇上用这个纸呢做的圣旨，所有这些都是用的是我们宣家的宣纸。那你们家的纸就是贡纸啦？应该这么说，我们宣家从1世祖开始就给朝廷送贡纸了。后来北京松鹤斋在我们宣家买的纸，他拿去做的奏章啊，做的试卷呢，送给朝廷。北京松鹤斋我知道的，百年老字号很有名的。那是。你看看，这种宣纸，民国时期大总统委任状，还有他好几份的总统令，都是这种宣纸做的。那这些都是见证过历史的宝贝啊！这3款呢是我们家的棉料净皮和特净皮，各位老师可以先试试，看看怎么样。如果觉得不合适，我们还可以专门的定制，生宣、熟宣、单宣、加宣都可以做。各位老师，我们家的纸啊，棉料适合写字和工笔画，净皮和特净皮适合写意山水。都是大师，讲这种基础知识等于是闹笑话嘛。邵总啊，你们先试试啊，先试。你家的净皮、特净皮，拿货价是多少？你们之前在哪家拿货呀？宣家。那你们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呢？不瞒你说，我们一直卖高端货，收藏起的。你给我们便宜点，以后我们做。我也不瞒你说啊，我的纸不够收藏级别。你这么大一职场老板，那净讲门外话，好纸是越沉越贵。那收藏的纸，有几个拿来画画的？小总，你现在
是指王了呀。这实话实说，宣家的纸太贵了，我卖你指王的名头，这市场也好做的呀。对呀，互惠互利，大家都有钱赚，多好呀！是，这互惠互利啊，肯定是好事儿。这年头谁不想多赚点钱呢？但我这指望是假的，在我们桃花镇卖收藏级别的纸，只有宣家。我们做生意得有诚信，对吗？各位老师，试的怎么样？这2位买家呀，之前是在我师傅宣家买纸，今天特地到我这里来买，还请各位老师如实的谈一谈我这个纸怎么样？你这张净皮啊，我感觉墨音不够舒展。哟，润墨性好像是差了一些。我敢肯定，这弹皮啊，肯定不会超过60%。选址我主张什么？选意，不选形。怎么讲？很多书画家说我选生宣、熟宣、淡熟宣，选最适合我的，我能驾驭。我认为这个观点错了。你都驾驭了，纸的灵性怎么出得来？我认为不是驾驭，是互动，互动最好啊。你不是刚才说选意不选形？不好意思，我忘了介绍了。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廖山明主任，他是我们桃花镇著名的宣纸理论研究专家，他对宣纸的理论研究是非常的深呐。大家不要急嘛，听我慢慢讲。我刚才讲互动，就和选意有关了。你比如讲齐白石，他注重笔触的精准，而黄胄却需要净皮、特净皮来支撑磅礴的创作能量。笔随心动，心随墨动，墨怎么动还是要看纸。谢谢。哎，什么？我的包呢？什么包？包和水杯呀。师傅，廖主任，廖主任，追不上。这，我有车，我有车。好，走，我有车，快。你能追得上吗？追不上也得追。通过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来，你根本就没把领导放在心上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丢了我赔你。这不是赔的问题，这是态度问题。就你这态度，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步。什么步？什么步？争取进步的步。那我不在乎这个步。你说什么？我把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，有没有步我无所谓。什么叫无所谓啊？你不要跟桃子学，我跟你讲，你没他的条件。行，谢谢领导教诲。你给我讲实话，你是不是故意把我的包丢掉的？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没有。不要跟我耍小心思，我跟你讲，我什么都看得出来。真没有，真行。哎，你好，同志。电动车不允许搭载16周岁以上的成年人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而且你还没戴头盔，必须接受处罚。师傅，哎，是这个师傅吧？
哎，师傅，师傅，这是你的杯子吧？是包。感谢你，师傅。不用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呀，太感谢了，师傅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我请你吃饭吧，师傅。哎，走了啊。哎，谢谢师傅。谢谢师傅。看看人家的觉悟。以前啊，在咱们家定址那胡经理，跑到老人家去定址去喽。别瞎说！谁瞎说？我亲眼看见的，我瞎说，我瞎说。这次啊，小玉还真没瞎说。这次指王大赛啊，来了30几家订货商，其中呀有7、8个熟脸，原来呀都是在老仙家订货。比赛输了以后啊，一个都没看见。这帮人啊，太势利眼了。你闭嘴吧！哪有那么多废话？看你的纸板去。我也就是担心嘛，我就说说嘛。这个月有工资，下个月就不好讲喽。书画协会那笔账还没到呢。你查了没有？我当然查了，昨天查了，今天也查了，没到。你查哪个账号啊？咱们家能有几个账号？就这一个账号。物流我也查了，1个星期以前他们就收到货了。不会不给钱吧？老孙跟我们合作几10年了，应该说不会出这样事儿。我们再等一下，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到了呢。今天上午工人们还在那聊工资的事儿呢，都知道今天发工资。等着呢。呀，忙着呢。哎，严哥，哎，谢谢。哎，王秘书，伯伯，嘛呢，张度啊，捞个纸不至于这么木已焚香的吧？捞纸是计件的，如果老叶叔一家都像你这样啊，早就饿死了。捞纸和捞好纸，这是两码事。对，小满，听见了没有？你得好好陪着大师，把纸给捞好了，得捞好纸。他呀，嫌我根气太钝，难当大宝。你就是不够虔诚，你看人家。哎，严哥，咱们是今天发工资吧？哎，老凯，说什么呢？具体什么时候还不太清楚，但我妈昨天晚上已经在捋工资条了，估计啊，这2天吧。明白。明白。有病吧？谁呀？嘛呢？嘛呢？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停！哎，干什么呢？上你家呢？啊，88元喇叭！退货要退货呀！啊，退货就是退货，就是说你们发的货原封不动都退回来了，看明白了？这回工资是真发不了了。老轩，你都知道了吧？哎呀，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成本，一大堆人忙活了1个月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你别着急，他们买我的纸啊，也就是投资收藏。现在纸王没了，那投资收藏的价值也就打折扣了。你不是纸王，那你还是非遗传承人呢嘛，对不对？不能因为一个比赛输了，他们就不要货了。咱们付出了成本，钱他们该给还得给。算了，牛不饮水，不能强按头啊！哼，就是这样的。要纸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，不要纸的时候也说的天花乱坠。这些人呐，只要拿到货，哎，就不付款了。你去找他要钱吧，好像还是我们欠了钱样的。嗯，你这会儿回过味儿了。当初我跟他们说要让他们交定金，然后你说不用，没关系。这倒好，现在钱到不了位，发不出工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
哎，那订单不是都还续着呢吗？没有断吧？哎呀，我说你可真是的，你就想着进，不想着出。我现在给你算一算啊，咱们家的工人是全镇工资最高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给工人上的社保保险是不是也是最高标准？人家别的厂子，人家要是闲的时候，工人呢人就辞了，咱们家倒好，闲忙咱都把工人养着。还有晒场子那一摊子，咱们不管吗？自己家做蓼皮，那成本得多高啊！这些账你就没算过。豆腐盘了个肉价钱，穷大方，穷大方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。进来。师傅，师娘，做潦草的老程叔来了。我说您病了，他说就是来看您来了。这是来要钱的。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家那个二姑娘山琴，这不是在省城里工作忙吗？哎呀，就怨我们两口子没给她带孩子。每一次回来，每一次都要怄气呀。我大女儿的孩子是我们俩给带大的，这老二没给他管，就心里闹意见。所以我们两口子就寻思着了，要不我们就进省城得了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明年的这潦草就做不了了。我们这几十年的交情啊，我这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好。秀梅啊，去看看咱们账上到底还有多少，别的先不管了，先给老程的钱给凑上。老薛，这去吧。真难为情了。哎呦，徐姐，哎，忙呢？看看这肉，今天肉怎么卖呀？今天啊，18一斤。这肉怎么一天比一天高了？也是啊，便宜点，便宜点，老顾客了。16，这3大块我都要，就16了。哎，就这样，行，去称吧。哎呀，哎妈，这1毛2毛的，这1块2块的，没必要这么较劲吧？他们也不容易。我还不容易呢，能省就省。哎，妈呀！西红柿多少钱1斤啊8毛。8毛？什么呀？这是西红柿8毛。不是怎么还要抢啊？这个？快过来，装，快装！这家便宜。我没手了吧？你把东西放在地上，快！哎呀，多装2袋，快拆！咱也不至于要买这么多呀。呀，家里人多吃的多，别挑那个特别。哎呦，别挤啊！哎呀，别挑那个软的啊，挑那个稍微硬一点的。装啊！装着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买这么多吃不完都是浪费。哎呀，不浪费，咱家吃饭的人多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还是我妈会精打细算呀。我不精打细算成吗？但凡是个人，只要一伸手，你爸就是给，那我就得给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家要不是我在这儿操持，哼，你能不能活这么大还不知道呢。你也不至于啊，妈。怎么就不至于呀？小到这个柴米油盐，大到这个厂子里进出账，哪点不得我操心啊？靠你爸，哼！这要是没钱发工资了，没钱运转了，你爸就找我来了，靠他。妈，咱们家捞纸晒屎那都是计件工资，那少捞点什么都省出来了。找你爸去啊！哟，鱼拌家，哎，爸，妈，饭做好了，下来吃饭。妈可说了啊，这个月的工资扛不住了，她没办法了，就让我过来跟您商量商量。
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那您让我说，我可以说了。也不是我说，是经营规律。咱们是做经营，不是做慈善，对吧？那工资发不出来，咱就撤一个槽子。那实在不行，就暂时先停一阵子。你看，这库存纸还这么多呢，先找找路子，把库存纸给卖了。哪家企业遇到困难不选择断臂自保啊？企业得先活下去，工人才有饭吃，才能保障这就业问题嘛。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。我们宣家的祖上有这样一个规矩，不能因为今年的境况好了赚了钱，来年的境况不好就不管工人的死活，把这些人给弄走了，那会让人寒了心的。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，就会非常难了。不管工人的死活，把这些人给弄走了，那会让人寒了心的。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，就会非常难了。如今我们宣家的工人这么稳定，那就是因为那么多老师傅和我合作了几十年，那些年轻的工人都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，才让我宣家的宣纸有了上好品质的保证，有口皆碑，经久不衰。卖都卖不出去了，还这么穷讲究，说什么屁话呢？这2年不好，可是日子还长着呢嘛。这2年的事不解决，那未来只会更完蛋。爸，你看，这讨论就归讨论是吧？我妈也说，就事论事，咱对事咱不对人。你说，现在就撤火，啊，停工2年，这人都跑了，我也老了，你能替我？这个宣纸啊，国家现在是有规定的。那么多好东西，我要是拍个小视频，绝对会火。你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，你带上我。别点了，那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，你点了上万个赞，一看不正常。谁说的？我这刚才还有一个人呢。刚才那个人是我。徐阿姨跟我说了比赛后的影响，宣家现在挺难的。你哪天去宣家啊，把阿姨的那些东西都拍一拍，顺便帮她包装一下她的网店。可以呀，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儿吗？包我身上了。都不看看几点了，还在那儿晃悠，我都快睡着了。现在工资发不出，我看大伙儿的神情不大对头啊。你跟大伙儿打了招呼了吗？打了。小林上次说关于贷款的事儿，你明天去问问他，看我们宣家的条件行不行？说了。人家说行，尽量早点给办。嗯？你知道这个事儿啊？你怎么早不说呢？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？我就想让你着急。我怎么不着急哦？没钱发工资就证明工厂办不下去了，怎么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嘛。
那当然，在这个家里，凡是遇到大事难事，都是靠你担着，靠你扛着。知道就好。实际上，我还有急的事儿，就是宣言。你着他的急干什么呀？我怎么不着急呀？不能再让宣言这么混下去了。你现在就去把宣言给叫起来。现在？啊？对，就现在。二爸，这大半夜的就犯什么病了？不能明天早上说啊。就是。哎呦，不是什么大事吧？不知道啊。快，等你呢。爸。好，你坐着。你们爷儿俩呀，有话好好说，就事儿论事儿，别带情绪啊。你呢也不小了，自己将来要干什么，怎么干，你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。你不能成天这样就闷在屋子里，你搞得自己像个绣花女一样的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一猜呀，您就说不出来什么好话来。哎，爸，我回来的时候，咱们是不是约法三章过？我不招惹您，您呢也不管我的事儿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是吧？事实证明，咱俩相处的挺好的。现在家里呀，遇到了困难，我们全家就应该绑在一块儿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这话没有错吧？也不全对，这厂子啊是你跟我妈在管着呢。说实话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也不想参与。你可是宣家第36代传人呢。那又不是皇位，您非传他干嘛？你说什么？你再给老子说一遍。好话不说第二遍。你这样，你明天到晒场去。不是我没听错吧？你让我去那儿，我能干嘛呀？因为晒场积压了很多的坛皮，现在就老林师傅一个人在的，人家年纪又大了，又干不了什么，而且现在雇人，家里这个情况也不合适。你去帮着老林师傅一块儿把存下的那个皮做成蓼皮，这样在材料方面，不就省了一大块吗？你笑什么？我笑我爸，就是把他儿子认为就是一个苦力，只值1个月3、4千块钱。你跟家里干活还算钱？那不得算算性价比吗？我给你算过啊，比在家强。你在家躺平，一文不值。我那不叫躺平，你那不叫躺平，叫什么？你成天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拿我那些上好的宣纸去做你那些什么玩具，它有用吗？什么玩具？什么玩具？当然有用了。我跟你说了，我儿子做的那叫宣纸文创。上回我把那个小本本也给你看了，去年拍卖的时候，那个本子能拍2000多呢，你怎么都忘了呢？说到这儿呢，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谈一谈，就是做生意啊，要讲究本分，要诚信经营。1到6尺的净皮宣，才卖2000块，你那个小本儿啊，才巴掌大，也要卖2000块钱，这合适吗？买卖，有买有卖，对吧？人家有需求，我来提供，我又没强迫卖给人家。做买卖讲究的是什么？诚信经营啊！任何事情我们做起来都要有良心。摸着良心，摸着良心。哎，算了，不聊了啊，爸，不聊了，不吵了。妈，你也别跟我爸讲了，你也讲不通，也讲不明白，对吧？这么晚了，赶紧睡吧，都注意点身体。哎呦，别，儿子，来，坐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别理他，他这辈子除了捞纸什么都不会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跟妈说，妈支持你。等你干出个名堂了，咱给他看看啊。他不是还病
爸，我也不在家里面碍你的眼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就去晒场，随了你的愿。林伯，林伯，哎，我来看你来了。说的好听，你发配就发配，还来看我来了。林伯，啊，你看看这有什么活安排我干干？行了，你呀，你想吃吃，想睡睡啊。这儿呢，没有别人，就咱俩啊。等你爹气儿消了，赶紧回去，该玩就玩啊。不是。哎呀，林伯，你慢点，你慢点下来啊！哎，好好好。哎呦，慢一点啊！哎，我的妈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嘞？给您拍照啊！别拍我干啥呀？啊，好看？啥好看？林伯老喽，我这张脸你拍出来，没人看。太帅了啊！太帅了！我的妈呀！林伯年轻时候你是没见过，那叫帅啊！我的屁股后边围的都是大辫子的姑娘。林伯，再摆2个 pose。来，我就给你造一下型。好，行吧？哎呦，可以吗？太漂亮了！林伯，忙活什么呢？这不你来了吗？我给你弄点萝卜吃吃啊！别忙活了，别干了，我都安排好了，有送餐的。送餐啊，外卖啊！外卖？你别干了啊！哎，这，外卖！哎，辛苦啊！你说你到林伯这儿来了，没吃上我做的饭，反倒还请上我了。孝敬林伯，天经地义。林伯，您在这儿干着又苦又累的活是吧？啊，这一干就是一辈子，替我们宣家守着这晒场。我不孝敬您，我孝敬谁呀？你真是个有心的孩子呀！要不说你们宣家能成事，凡事都替我想在前面。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如此，你爹也如此，到了你这儿还这样，一定能成事儿。林伯，饭不够的话，这还有啊。然后给您带了瓶好酒，陪您喝一个。来。我瞅瞅，哎呦，这瓶装的好酒就是香啊！喜欢就行。林伯，问您个事儿啊。我爸妈这1个月给您多少工资啊？除了年节的家用设备，一年也就7万来块钱吧。我爸妈这也太不讲究了，这活又苦又累的，就给您这么点钱。
这也太少了吧？那这么着，什么时候你接了班，你给我涨工资？甭等到我接班，林伯，咱俩现在就合作。我不仅给您涨工资，还能让您存下来一点养老金。真有这好事啊？当然有了。这样啊，明天开始，您就听我安排。听你的。来。杨东，哎，师傅，你这是？您不认得了？我当然认识。哎，师傅，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盹窝嘛。对呀，我给弄下来了。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，你弄这个干什么？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，不能在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。师傅，我呢是想跟您商量，咱们以后还用这个老石堆行不行？现在的那个是水泥糊的，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老石堆好。有区别吗？用了这个老堆窝，就能感受到老祖宗做纸的那份心，就有一份情感夹杂在里边，这才是真正的传承，真正的古法呀。行，想用你就用吧。好嘞，师傅。早点休息。哎，我把它弄干净，我就回去。师傅慢走。好。谢谢师傅。宣家宣纸厂，阿姨，您这个名字首先起的就不对啊，它没有王感。王感啊，我给您改一个啊。最美宣纸厂老板娘，不行不行，这不能这么写啊！怎么不行啊，阿姨？您不是宣纸厂老板娘吗？是啊。对呀，那您不美吗？我那年轻，哎，那也不能这么写啊！您美不能这么写，咱就得这么写。哎呦，这，再给您看看这个简介：千年宣纸，流传千年。啊，其实吧，现在很多人他不在乎流传多久。我给您加工一下。好好好。看看，皇帝用的纸。哎，这个说对了啊。过去好几代皇帝都用过我们宣家的纸呢，啊，没错。说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别说谎话，宣叔叔尤其是做生意的人。放心吧，宣叔叔，这桃子啊肯定不会瞎写的。来，您坐这儿，我是有依据的写。林然，你坐，我就坐这儿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别理他。你要是没事了，你就去休息啊。人家孩子们帮我在网上弄点这个事儿，你看你说3道4。哎呀，说别人家我不管，说到宣家的事儿，那不行。我们宣家和别人家就不一样。是不一样。鸭子死了，嘴硬。桃子，你简介上再加一句，就说宣家第35代传人，只做正宗宣纸。好，你看，人家林依然说话他就靠谱。李建飞，只要说到纸，他看得比天都大，腰都成了那样了，还想着捞纸呢。这宣言不帮忙啊？被他发配到晒场去了。你说说他那个小身板，能干那么重的活啊？
这有什么呀？你看人家张度，多晚了，他还在干活，那张度活就不重啊？哎呦，我没说张度不好啊，那人跟人不一样。你儿子他也是有思想、有想法的人，你就应该尊重他嘛。哎呀，好了，叔叔阿姨，咱不吵了啊。那既然轩辕都过去了，就让他锻炼锻炼，对吧？哎呦，林姑娘，你可不知道，那晒场的活那得多苦多累。有点苦算什么呀？我们2个人年轻的时候那吃的苦，那算少吗？年轻人吃苦，那是福气。我也觉得年轻人啊，多吃点苦没什么坏处。对，我们吃点苦。好了，阿姨，来继续改，继续改。不理他，不理他。林伯，林伯，哎，你让工人们把脚步都慢一点儿。哦，动作慢一点，太结实了，每一步都要太结实了啊！把肌肉给绷紧了。肌肉，挑着担子要有肌肉，这样的质感才够强。肌肉拍出来质感好。哎，对，你看他好，他这个腿迈的好。行，几位来摄影的？我们看网上推荐打卡地过来的，你这怎么还收费啊？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那是传承1000年的宣纸世家宣家的100年晒场。你们站在那顶上，四周环绕的是绿水青山，啪一出片儿，你站在中间，那不就是仙女下凡吗？行吧，180一场。啊，日场180，早场288，还有黄昏场388。还有这么分的呀？哎呦，是内行人，咱就不说外行话。我跟你们讲，今天的黄昏场已经被几大摄影论坛给包下来了，都抢着出片呢。要不这样吧，给你们一个团购的优惠价，8折的基础上，在3大社交平台发1条视频图文，再减20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？可以，要不然就这样吧。林博，啊，这场结束了，可以休息了。好，哎，休息了，手上活都放下，休息了，咱们下去。哎，坐。累不累？哎，还好了，还好啊，比以前轻巧多了啊。来，尝尝这个，来，尝尝，好吃不？我的妈呀，好吃，好吃！哎，他们山上那些人呢，就陪着我，在上面晒着太阳，图啥呀？图出个图。嗯。林博，我算了一下啊，咱们今天挣了总共有3888。我的个妈呀！多少？3888。这么多呀？多吗？我预估了一下，我1个月可以把营业额做到20万左右，2个月就能翻番，你信不信？20万。嘿嘿嘿。林博，那这1000块钱是给您的。不行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不要那么多，太多了，太多。收着。我说了，给您涨工资，还得给您留点养老钱呢。哎，你是个好孩子呀，好孩子呀。不行，我这个心里还是不踏实。咋了？那上面的活谁干啊？您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哎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这儿，田总啊，人都安排好了，10个人，1个人1天200，保证今天干完。你把车开到那边厂房去，一会儿呢，等着林师傅给你们安排活。好嘞，辛苦了啊！哎，你是说他们干？哎呀，行啊，你脑瓜子灵光，可是比你爸强多了。我爸他就是死脑筋，只认他那死理儿。您咱说的这个道理啊，怎么赚钱不是赚的，对吗？那
为的是苦哈哈赚那个挣命的钱，就不能干点轻巧的活啊，挣点大钱。你爸呀，你爸是做人做事，就是遵循着老祖宗留下的那些道理，没错。那老祖宗是没有当下这个条件，要有这个条件，还能轮得到我来做这个事儿啊？你说的也是啊。你说人，谁跟钱有仇呢？没错，不是，明白？这样咱们说好了啊。这件事情，咱们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让他们苦哈哈的去捞纸去，咱们就在这儿，哐哐的数钱。你的意思是这个事情不能说出去？哦，悄悄的，悄悄的。好。哎呀，哈哈，痛快啊！好久没这么干了。哈哈。廖主任啊，你可真厉害啊！我呀，也是庄稼人出身，从小家里穷，8岁就下田了。哈哈哈。林然，哎，你过来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做宣纸用的沙田稻草。这种沙田稻的草杆有多长？纤维组织，有强度，出浆率高。用我们本地的沙田土、山泉水，才能种得出这么好的沙田稻啊！外国人拿回去原样试种，结果是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啊！所以啊，只有咱们金县的宣纸才称得上人类非遗。哎呀，这个话说的没错，但是啊，不准确。来，大家听一下咱们大专家廖主任的标准答案。对，给我们讲讲呗。好，那我就讲2句啊。同志们，宣纸啊，作为地理标志、保护产品，国家的标准明确定义为，只有利用产自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、沙田稻草，在泾县范围内，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，才能称之为宣纸。好，说得好。同志们，咱们加把劲儿，把这一片干掉！好，加油！你说，你们都来帮我干活，哎呦，我这心里啊……奶奶，你儿孙都不在身边，咱们就都是你的亲人，以后大事小活找我们就对了。可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。哎呀，想感谢还不容易啊！你们呀都会唱山歌，唱了一句山歌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。好，好。叫声郎哥你听真，要听呀真。俺家住在邻里村，邻里村，屋后有棵大梨树，大梨树，园里有棵葡萄。今天感觉这个廖主任又不坏了。他不坏，是迂腐。迂腐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想，他都奔5的人了，还什么事儿都较真劲得罪人，提起工作来口若悬河，意见一堆，担子真给他，他又拎不起来，哪个领导不头疼啊？哎，你等会儿。宣家晒场是不是在这富地山上啊？干嘛去啊？宣家用公司贷贷款，宣言是股东之一，我得找他签个字。去看看也行，我还真想看看这纸2代公子哥是怎么吃苦受累的。买点东西吧，算慰问一下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心疼人了？不是我，是他妈妈。哎，你等会儿我。你慢点啊。好。来，各位亲爱的烧友们，注意一下啊！今天我们将举办晒场第1届摄影大赛，能够获得前3名的，可以得到由我们提供的年度、季度、月度的会员卡，还有烧烤、饮料、小啤酒。哎，让我们一起
分享美好，记录美好时光。多少钱一位啊？呀，我们是会员制的，美女愿意出镜的话，给你免费。轩辕，依然给你买的。还给我带东西了。你这挺厉害呀！一转眼战场变网红打卡点了。闲着没事搞点副业，喝点什么？果汁吧。你呢？都行。哎，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？不仅是摄影，还有舞蹈机构、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。下周中就安排了2天儿童的研习课，从砍檀树、剥檀皮到将料晾晒。你们是不知道，现在这家长啊，特别喜欢让小孩干活，那报名都报疯了。你这涉猎范围不但广，情绪价值还拉满了，怎么想到的？我这叫做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可能，用会员制筛选出不同的用户族群，再根据不同的用户族群，针对性的制定有趣好玩的活动计划，提升客户粘性。我这么做不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，还能给他们打造一个优质的社交平台。你爸妈本来还担心你来这儿呢，我看啊，白担心。我有脑子，能想办法，我干嘛还要没苦硬吃，自讨苦吃？我这不有病吗？行了，淘的东西送完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你不是来找轩辕签字的吗？对，我把正事给报。对。你爸妈啊正在申请免息贷款，你是股东，所以你需要签个字。免息贷款？我呢，承认你有才啊，我可能话说多了，但我还是想劝劝你。你爸妈现在操持你们家的家业挺不容易的，我其实都挺替他们着急的。但是你作为他们的儿子，我觉得你有责任，需要去承担你们家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的责任。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想看到的。不是，你来告诉我什么叫传承啊？挑着担子上山干活去就叫传承吗？就算是这样，我也得吃饱饭吧。工人们月了就等着拿工资呢，原材料到日子就得结账，少1分钱你试试看。今天你给他们办免息贷款，你想过将来他们拿什么还吗？贷款合同上的抵押物是我家的老宅，你知道吗？弄不好啊，这就是在给他们挖坑。小林啊，这个材料都拿给你了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，你再跟我要。行，哦，阿姨，下午的时候我带您把您需要本人出面的都给您办完了啊。好好好，来，我看一下啊。我们现在这个轩家，近段时间是有点不太顺，不过呢，轩家呀风风雨雨经历多了，这不算什么。你们只管干活，这工钱啊，绝不会少大伙儿1分钱的。我有个事儿啊，一直想说没说。现在厂子确实没有什么订单了，要不然咱就歇2天。反正大家伙都是老熟人了，都能理解是吧？能理解归能理解，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呢，我都非常清楚。你比如说老胡和苏兰这2口子，他孩子上大学，那是要花销的。另外他们在县城那房子是贷了款的，这个贷款他晚1天都不行的。哎呀，我们没事，你不要担心我们。还有老叶，他媳妇在上海给人家当保姆，一家3口都想办法凑钱给马杆要办彩礼。你说这要没活干，那不就喝西北风了吗？怎么会喝西北风呢？我跟老胡我们2口子啊，到哪里都饿不死的。我跟老叶、小满我们都商量好了，最近先找别的事干，能减点是一点呐。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了，我们随时回来的。对，是啊，老轩，轩家什么时候需要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。我们呢，不管走到哪儿，都是轩家的人。对。你们说这些话，这让我心里不过还不到那时候呢。小林不是在帮咱们搞贷款吗？哎呦，轩师傅，你就不要硬挺着啦。还用不着你替我操心呢，该干活干活啊。
还接着捞纸。嘿，你不捞纸，那我们就真喝西北风了。好，好。师娘，你们啊，把老宅那儿腾出来给我住，我吃呢也都在厂子里，不花什么钱。以后啊，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。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，不让我交学费，我已经是赚了。还有啊，我这儿有5万块钱，想帮着您一起凑一凑。没事，不能要，您拿。你这傻孩子，收起来。你听我说啊，让你住在我们家，那我们愿意。你就好好的学手艺，你把纸做好了，你师傅比什么都高兴。听我的，收起来啊！能帮上点是点，师娘。不行不行，你记住了，轩家从来不欠工人的钱，也不能收你的这个钱，你把它拿起来啊！师傅，我知道咱们厂子遇到难了，但是我相信，就是大家一起扛一扛，这个坎肯定能过去。哎，那宣言挣那么多，他就不能掏点钱发工资吗？桃子，宣言自己在那山沟沟里头拿什么挣钱呀？阿姨，您不知道，宣言呀把晒场包装成了摄影打卡地，老林师傅当模特，那老挣钱了。什么卡？摄影、拍照、打卡，挣钱，还挣钱？笑一下，我拍一张。哎，好嘞，可以，这就是劳动人民，天哪，这个汗水。我的天哪，这小兔崽子！你还在这躺着？爸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你先把这凳子放下，不是放下来！你别，你听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但你先别气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哎，爸，有话我要说。不是，哎，你下死手啊你！我打死你！你个狗！小张手，大张跑！哎，小张手，大张手，那才叫笑！你不懂我不怪你，林哥呢？你打死我有用吗你？哎。老轩，别拍了，还拍了，大家不许拍！老轩，别真打，行，老轩，别打呀！你别站住！哎，不是，打出来没有用。老轩，不敢真打呀，不敢真打，吓唬就行了。林哥救我！哎呀，林哥，别打，别真打，别人打。哎，老轩，吓唬就行了，不敢真，你来打我，要不？不是，我问你啊，爸，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？你得把自己气着。是，我是拉着林伯在这拍照赚钱了，那我挣钱为了谁啊？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？我一个星期我挣了3万块钱，1个月下来少说10来万。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了这么多钱啊？放你狗屁！你把祖宗卖了，你说能值多少钱？不是林伯，你看他又把祖宗给拉出来，那祖宗能给工人发工资吗？我就问你，这钱赚到手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打死你！老轩，赖我，老轩，你生气，这事都是为了我孩子。在他的心里，哪还有轩家的祖业？在他的眼里，他只有钱。活儿我也干了呀，这批料我没晒吗？对啊，你看看，你自己看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晒的皮料。晒皮料讲究的是什么？我没告诉过你吗？2根不搭边，石头不见天儿。哟，见了鬼了！你还能记得住？通风透光，才能晒出好皮料。你晒的这是什么？你看看，全都沤坏了。8个月之后，这全都是一堆废料。
你还能晒出好皮料，造出好纸。你们看看老李，你可找的这些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，在我这皮料上踩来踩去的，你看不见吗？别踩那上面。老李，他不懂啊，你是明白的噻。老薛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这个造纸跟做人一样，108道，道道不能饶。可是，在你呢，啊，你眼里只有那个快钱，把轩家的这个声誉，还有造纸人的良心，你全都踩在脚底下去了。你赶快把这些全部给我轰走，还有那小院里面那个什么喇叭，全部给我撤了。你要不听话，我饶不了你。别生气了，老轩，这事儿都赖我啊。你爸的话说的有道理，这事都怪林伯不好啊。没有，林伯，对不起啊，这事不怪你，怪我。别照了，还照呢？记住啊，这个1连水靠身，2连水破心。这手感呢，和这个心上的功夫有微妙之处。手感呢要多练，心上的功夫呢要多悟。明白了，叶师傅。哟，手磨破了。没事儿。哎，捞纸这个行当啊，靠的呀，是一年一年慢慢磨出来的，这着急可不行啊。我来的晚，想要好，就得多练了。哎，叶师傅，这手泡烂了，用什么药好用啊？用什么药都不行，可丽松试试。师傅，我看看。你这2天别下水了，他刚才说的对，用什么药都不管用。歇2天就好了。谢谢师傅。哎呦，你拿梯子干什么去啊？这么大岁数，腰又不好，让年轻人干呗。换个灯泡就习惯了。